下哈，就是分辨跟顺服上帝的带领，要聆听神的声音，要怎么样子？就说有很多的挑战哈。那我们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自己学习到的要点哈，那我跟宋恩来分享哈。我自己觉得第一个要点就是，神带领的道路哈，不一定是直线进行，直接点不是的。好，神带领的每一站，好，有时候都有他这个必要的任务，好，学习的要点，或是要完成的一个，或是要认识的人，要达成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锻炼，哈，都有其目的。好，那时候我们不明白那个目的，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想法，结果神他其实是那样的带领哈。但是每一站有每一站的目的，尤其是我们在完全成熟之前哈，神会带领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去经历，去这一是他的训练。所以他既然神非常针对性的给我们这样一个特定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学到宣教哈，如何开辟教会；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地方学习，怎么样聘用牧师，或者是说，如何来完成这个牧者的一个特质的操练等等。好，这不一定按照人看为好的标准来衡量，哈，就是侍奉是不是成功啊？因为神带领我们这个目的，跟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待多长啊？待多久啊？这样这个待得越长越久才是成功，这是我们人的看法。但是对神而言，每一站他的目的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用自己去。对，要放下这些想法，然后就知道说神把我们的这个带领不是直线，也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是按照神的标准，他有他的计划。这是我学习神的带领的第一个要点。对，好，宋文。好，我想先说明，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过程当中，我不敢讲说这是什么结论啊，因为我们还在过程中嘛，只是我们在这过程经历过这些过程，有一些小小的学习跟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聊一聊。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很深的体验跟感受是，就让我想到亚伯拉罕在当初被这个米索不达米亚的时候。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出去连去往哪里都不知道，那个地方他没有看过，也不晓得，他就是相信上帝，就跟着上帝的呼召去走，就让我想到说，很多人特别是你在出国前，你就先去对你所要去的。比如说去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好还是多伦多好，就做很多的调查，研究这个房子便宜啊、物价啊、那个小孩子学校啊，一大堆研究。就上帝告诉我们去一个鸟不生蛋，直接加拿大中部，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调查的哦。所以我觉得就学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若上帝要带领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相信上帝，像亚伯拉罕那样子，不要去知道说，有时候你知道越多，你其实会越胆小。又跨不出去那一步。我觉得反而越是好好的祷告，确定上帝的带领，那凭着信心踏出去，相信上帝。其实很多事情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计划都计划不了的，你没有办法事先安排。比如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会碰到遣返。我们一去就被遣返，这以前讲过，可以去看以前的见证。但是这种事情，你能够靠之前的计划就能够计划的好吗？但是因为我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就成为其他牧者要去加拿大之前他们的一个经验，他们可以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一些的经历呢，都有上帝的用意，而且我觉得这是真的，凭着信心往前走，只要相信上帝的带领，遇到什么样的凶险、什么样的困难，上帝会带领我们度过，绝对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决定。像亚伯拉罕碰到饥荒就往埃及那边去。如果当初碰到困难一点，我就想我不如回台湾，是还自己想东想西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继续跟随着上帝走。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就是学习到说，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去的时候真的是对那地方一无所知，但是凭着信心去。有的时候知道太多，反而会畏手畏脚，跨不出去。好的，好的，那这非常好的补充啊。那你师母，你还有吗？还有补充吗？有我觉得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关于顺服追随神的带领，明白神的旨意，有一点就是神的带领不一定都是青草地跟溪水旁，这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也有可能是淬炼的火窑跟阴暗的幽谷啊。那特别呢是对传道人的带领，好，这个淬炼的火窑跟阴暗的幽谷哈，更是锻炼传道人最重要的时机啊。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你都要相信神，而不是觉得顺利的时候肯定是神带领啦哈困难挑战的时候，那可能我们错了，这不是神的带领，不能这样判断，不能这样判断。好，就是神会带我们去拉玛，也会带我们去这个各个山。好，所以要知道，要有心理准备，而且要明白说我们的标准跟我们所谓的是不是神带领，不能按照我们的情绪跟我们感觉所谓判断的好和坏。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宋恩再下一个。那同时，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加深我们跟上帝关系、认识上帝心意的一个旅程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透过这个旅程越来越深。那就着刚才薛仁的讲说，就是上帝会带我们到这个青草地，也可能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的确就是这样。而且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如果不经过那一趟呢，你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同在。那同时，另外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就像薛仁讲，我们就太常用我们的人的眼光来判断一件事情，说，我觉得比如说刚才薛仁讲说，说去温哥华侍奉，那就代表我们会在那边牧会，或是我们会定居在那边。其实就看到有另外的可能性。好，不要太二分法，说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没有去到温哥华牧会定居说，那代表要不然就是我听错了，要不然上帝说话不算话。其实还有其他种可能嘛。同样在这个历程当中，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要相信说，上帝一定有他的心意，而且有时候不要自己的脑袋去解读，你会后来会发现说，其实上帝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就好像亚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上帝说我要给你那个后裔，然后给你那块地啊。像亚伯拉罕是得到后裔了，100岁的时候终于有了以撒。地呢，到最后连自己的老婆的坟地跟自己的坟墓都是他花钱买的，对不对？他们不晓得上帝的计划是后来会带他们去到埃及，然后后来再回来，这些的计划他们不晓得。最后来他发现说，这希伯来书最后解密说，原来亚伯拉罕的信心后来的一个超越，就是不再在地上的城，而是天上的城。就是这一切，如果亚伯拉罕不去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去走，他没有办法去成为信心之父，他没有办法跟上帝的关系能够有这样的突破能够后来成为我们的榜样，后来去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果我们不去走过这些弯弯曲曲的，有些的时候真的不是看起来那么顺利，然后别人问我说怎么会这样？上帝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但经历过以后。几乎听过我们见证，每个人都说太奇妙，上帝实在又真又活，就坚固了很多人的信心，因为他们看到说，原来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上帝的计划高过我们计划，就最终是我们透过这一切不按照我们计划发生的事情，但是却加深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我们对他的信心，然后并且使用这样的一个见证去激励别人，他们可能有类似的疑问，在教会不敢问。今天这个牧师是否敢讲出来啊？不怕丢脸，敢讲出来，想说这我就不用就不好意思，就不好意思问题就有了一个答案，而且知道说原来是这样，那可能我过去也是落入那一个误区里面，觉得上帝不非即逼。其实上帝的计划是远远高过我们的高度，不在那个高度。当你站在上帝的高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就了解说，原来上帝有更高更奇妙的旨意，我们就是去学习去顺服，并且在过程当中越发的去经历神，然后并且能够去激励别人。还有呢，有一点就是越是要放空自己的意志，越容易听到神的带领。好，如果我自己已经预设立场，我喜欢这不喜欢那，我想要这不想要那哈。那这个好一点的，就神管教你哈，就好，我顺服哈。那这个神愿意管教我们还是有回转的机会哈。但是我们越是自己有太多的主意，
这想法哈，没有把神当成带领的主，而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的话，对于聆听清楚神的声音是非常有害的。好，所以越是能够倒空自己，越容易被神引导，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好，老公，我还有一点讲出来可能如果冒犯到谁的话，就请原谅我。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学习啦。我觉得很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比较。我觉得特别是移民的人呢，会因为自己移民出来以后，跟一起移民出来的人比较，或者跟没有移民出来的人比较觉得他去想说，当初这决定到底做对还做错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是庸人自扰。因为上帝给我每个人路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呢，这个而且现在的情况也不代表就是一直都会是这样子。所以呢，你用你的处境，如果你要一直这样比较下去，你会活得很辛苦。而且你在不同处境下面就是你永远比不完，对不对？还有比你更好的，你觉得更好的，对不对？那你在那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边沾沾自喜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我觉得比较这个事情是很容易落入的一个圈套。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自己在中很大的学习就是不去做这些的比较，不去看那些说没有出来的人他在台湾的牧会发展怎么样啊，或是已经出来的人在不同地方他们的比如待遇如何啊，所以从来不去问薪水这事情。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这是一个还是有自己人性软弱的一面。如果去这样的比较，就说去动脑筋说我是不是往那地方走呢？所以就尽量的去让自己去单单的去仰望神，看神，神给我这一份，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呢，我相信是对我最好的。从过去经验看起来说，我需要这些的熬练，我需要这些的锻炼，我需要经过这些的路，让我对上帝产生更深的信靠，而不是信靠一个宗派，信靠一份薪水，信靠一个谁给我的承诺，而是信靠神。我觉得就是比较很容易让我们落入到那个试探里面，而失去了对神的那个完全的信靠。是，还有一点就是在聆听神的声音跟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明白寻求神要给我们的方向，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够要放下自己的小算盘，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举个例，就是那时候有他的大哥在建议我们要不要去澳洲在寻求嘛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澳洲这个如果是公民的话，念博士免费而且他呢又在神学院里面做教务主任给这个宋恩安排一个教职是怎么样容易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就惊慌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说要去澳洲的这样的带领如果我们这按照的对我们那里有认识人吗？有关系就没关系，就怎么样就觉得就往那儿去的话，那反而是危险的，反而是一个错误的引导后来他哥最后也没有在那个教务处做很久，后来就移到其他地方去做。那我如果那时候听他的，我不毁了吗？所以不要依靠自己的小算盘，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要真的很确定这是神的带领，神不动我不动人怎么说那个是噪音，我们一定要听清楚神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华人不太或者华人基督徒不太习惯的一种跟随的方法，但是这个是我们需要操练的。老公。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些点点滴滴就是我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当下完全明白的。我觉得渲染件很好，就是它会记录，所以记录下，当我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得更明白。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移民人可能就是一直在当下里面去想说我怎么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去静下心来去回顾，到底这一路上上帝在怎么带领我们，有这个敏锐的心，有一个这样的对神的专注胜过于对我们周遭现在发生事情的专注。有些时候我们的目光太容易就专注在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怎么样比如说像在美国，我们这个今年这个疫情爆发以后，然后加拿大的朋友就说然后我们刚好跟他说我们这移民拿到啦
那拿到绿卡了以后，他们就会说啊恭喜啊，那下面加一句啊小心一点啊，保护一下，这个不要就是如果我是奔着一个更好的前程，我们觉得更自由、更安全、更健康的环境，或者你就会想说啊，我来美国来对了嘛？啊，今年美国真的是又是疫情又是选情的，弄得乌烟瘴气，好像不是个理想的一个移民的地方。如果我是奔着这个来的话，我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这些的疑惑。但是我很清楚说，看到这一路的轨迹，上帝怎么样的印证，上帝怎么样带领。然后就坚定我说上帝的确来到美国。我是在讲道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说，我相信上帝来到美国，我没有打算这个时候离开美国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有台湾的这些的地方可以去，但我没有这样打算。如果我在美国，我得到 COVID， 那就是这样，这是上帝允许我这样做。我就是相信，那就是上帝让我遇到这些事情。那我不会因此要逃避这个疫情，我就赶快好像逃离美国这样。我说我绝对是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因为我清楚上帝要我带我来，上帝没有带我走，这边有 COVID 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就是很清楚说，上帝也与我们同在的话，去胜过现在我们看到环境的一切的挑战跟困难。如果依照现在环境去做决定的话，你就怀疑之前的决定，而且你会去找一个可能不是上帝喜悦的路，你自己去找一个路去出去。那我觉得就很可惜了，你可能就已经离迦南美地就这么近了，像以色列一样啊，这个去看看，哇，这个迦南人跟巨人一样打不过，就害怕了，就在旷野又绕了40年，就很可惜。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让我自己去学到说，怎么样在过程当中不要因为当下的环境而去怀疑过去的决定，而是看看上帝一路来，像薛仁讲，那小箭头都指向这个方向的话，就不要去就坚定自己的信心，继续照着上帝的方向来带领，然后即便遇到可能在人看来觉得不好不幸的事情，仍然相信上帝有美意在其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得到一个小小的心得。呼应一下哈，也是刚刚他讲的，就是不是所有出于神的引导都是很大声很清楚的，不是，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很细微啊，然后很短暂，一下子告诉你，但你信或不信。但是因为周围有环境的变动，有人的噪音，有其他各样的建议啊，带着爱心啊，什么哈来建议你哈，但是那些可能是让你分心，而不是专注在神带领的这样子一个指引。好，所以刚刚宋恩牧师提了一个，你要做属灵记录，你跟神的互动啊，他怎么跟你说，你那时候怎么想啊，有没有经文的印证，你要记下来，以至于我们在追踪这些带你的脚步，每一个小箭头，他这样说过一句，几年几月几号这样子引导我那时候听进去了哈，所以每天早上先听神的声音，不然的话很容易被环境的变动啊，顺利不顺利，我人的指教哈好心的意见哈，给你冲昏头了。所以这些声音不能大过于神自己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跟神这样的关系哈，你就不是被这随风这墙头草被吹得飘飘走，我们怎么跟随神呢？对，特别是我们这些教会的领袖牧羊人自己都不知道青草地溪水旁在哪里，你怎么带领羊群过去呢？我们都不知道神的声音什么是最纯净的泉源啊，我们怎么能够就让带领羊去喝一些污染过的水草？这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要有记录，然后要知道神的引导不是那么清楚大声，但有的时候他能够在你心里产生共鸣的时候，一定要做清楚记录，不要被其他的杂音影响。我做个结论哈，我觉得神给我们带领的道路哈，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在旷野里面那段期间哈，真的不是距离的长短，都知道那么短一段路居然走了40年。最重要的是建造信心的深度啊！我们跟随神的声音，有时候他就算讲了，我们不见得信的时候，他讲了对我们无益哈。所以我觉得神对我们的带领，建造的是我们的人，而不是真的去到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完成什么任务，那其次不过是透过这个过程来建造我们信心的深度。
所以不在于我们走多远，不在于我们绕了多少圈，而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神信心的深度是不是有一天一天的加深。最后，我们虽然普通人，就像亚伯拉罕当年被神呼召的时候啊，这普通人嘛，啊，犯各样错误啊，但到最后他可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在这20-30年被神所锻造。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是普通人，我们会犯错，没有关系，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带领，他在我们捞回来哈。那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不断的进行跟随，我们跟随神，听神的声音的能力会一点点增加，因为神也是愿意引导我们的嘛。他犯错，我们犯错误，听错或是悖逆啊，神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悔改的，也会愿意管教我们的。所以重点不在于跟随多久，也不在于走多远，重点在于信心的深度是不是在这过程中被神所锻造加深。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